如何在游戏中还原巨物恐惧？这是一只体型娇小的恐龙，是不是并没有让你感到巨物恐惧？那如果我们把它放在特定的场景当中，它就会变得比较有压迫感。但是这也只能算是青铜级的巨物恐惧。同理啊，如果我在你面前放上一条巨蛇，那这是不是就有一点点压迫感了呢？那如果我们再进入水中，你们就会体验到巨物恐惧加深海恐惧的双重恐惧。接下来咱们再召唤海神波塞冬。没想到这家伙原来是长这个样子的，兄弟们。不过近距离看起来压迫感还是拉满了，而且它还能召唤出2条由水组成的巨蛇向你发起攻击。这就是来自神的压迫感。不过就目前表现来看啊，我顶多给它打个白银级，因为周围没有参照物对比啊，体现不出它有多大。那么接下来一个场景，这是一个被古神入侵后的世界，现在整座城市已经变成废墟了。当我们向左边看去，你又会看到，我勒个骚刚啊，这什么东西啊？没错，它就是旧日支配者克苏鲁在现实世界当中的一个投影。真正的实体啊，应该比这玩意儿还要大上几十倍。但是即使这样，它也把城市变为了废墟。不过就它这样啊，我顶多给它打个白银级，因为我感觉这个压迫感还是不够强啊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到下一个场景，这是一座坐落于海边的城市。但是当一群巨人向你袭来的时候，你会不会感到恐惧呢？你看，就连里面最小的凯之巨人，脚趾头都比我大。去你丫的！我去，他怎么踢我一脚啊？跑，快跑！我去，直接把我踢成洲际导弹了，兄弟们。那么这个场景呢，我还是给他打个白银级吧，不够恐怖。真正让人恐怖的巨物，往往来源于未知的东西。你们觉得这家伙有多大啊？咱们现在只能看到他的影子，那我们走近看一下呢？听见古神的地狱了吗？他的名字很莫名其妙啊，被遗忘之神的复仇。这就说明啊，他也是一个古神在现实世界的投影啊，但是没有任何攻击性。由于他体型巨大，我勉强给他来个黄金级吧。但是当我们钻石级巨兽行星哥斯拉出现的时候，整个世界都为之颤抖。我去，兄弟们，他发出的嘶吼声直接把我们震飞了几百米高。哇，这个场景确实有压迫感啊。而它到底有多大？你们看它尾巴就知道了。这只是它尾巴上最细的一节啊，就已经比房子都还要大了。这是一个很直观的对比。那么接下来再给你们看个钻石级的巨物恐惧。有一天你晚上起床撒尿，但是似乎感觉有点不对劲，于是你抬头一看，有巨物恐惧症的小伙伴直接当场吓尿。但是这样看起来它好像还是不够大呀。哎，那是因为隔得太远了。来个直观的对比啊，我们放出危险流浪者啊，是不是感觉和它一样大？那是因为你隔得太近了。而把视角放远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危险流浪者其实显得很小。那这样看起来很明显了吧？危险流浪者只有人家膝盖那么高，危险流浪者81米，那么这个怪物至少得有300米吧？但是它和接下来即将出场的巨兽比起来，完全就是小儿科啊！有一天早晨你起床准备去钓鱼，哎，开门一看，我去，河面上站着一双大脚。那么这双脚的主人到底有多大？来，我们来对比一下，这是武装直升机在危险流浪者面前的样子，是不是显得很小？那么危险流浪者在他面前，只有人家脚后跟那么高。而且你会发现一个更加恐怖的事实，这个怪物它是趴着的，很难想象当它站起来的时候到底有多大。